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路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好玩的动漫，名字叫做理科生坠入井网，故尝试证明。老师听完之后觉得这个实验很是有趣，雪村得到老师的认可后，更是大胆地提出需要开展大规模的抽样对比实验，这就意味着需要其他人的实验结果，而且尽可能的多一些。小邹提出抗议，但是雪村却严肃地说道：难道你现在有中意的人了？小邹否认之后，雪村再一次提出他是最接近一般人的珍贵样品，必须参加。另外还让小邹把他自己的恋爱经历写成报告来交给他，任何反对都无效。这时冰室出手，一教鞭暴击雪村脑袋上，这才让他有所收敛。在老师强大的武力值淫威之下，实验室的人不得不参与其中，因为在老师看来，恋爱心理学的论文多半都是对大学生进行直面的调查，特别是在日本有着对恋爱隐瞒的倾向。如果理科生亲自实验收集这些数据，这对学术方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虽然可能的确是偏离常识的实验。随后画面一转，首先开始的是雪村对虎符的壁咚，霸道的雪村和娇羞的虎符直接让纪田学姐笑得直捶桌子。纪田学姐还补刀说虎符没准真的喜欢雪村呢。随后便是冰室、小邹和雪村三个人的实验，不过进行的是小邹与雪村互相喂食，而冰室则是负责记录。看着两个人的模样，冰室非常的不爽，醋坛子马上就打翻了，一口吃下了小邹夹给了雪村的食物。第二次喂食，冰室又一次吃了，屡教不改的样子，这也是没谁了。不过反倒是虎符与纪田学姐的气氛不错，纪田学姐化身为漫画里的软妹子，重现兰香的名场面。拼命忍耐的虎符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抵抗纪田学姐的魅力。纪田学姐，我喜欢你，直接让虎符的心脏炸裂了。此时的虎符输得一败涂地，纪田学姐全情投入扮演兰香，但是她身体各项数值却异常的正常。虎符咆哮着，你太卑鄙了，竟然模仿兰香，玩弄着人家的纯情。那么不带模仿的话，咱再来一次。轮到第二轮了，虎符开始打坐冥想，纪田学姐缠绕在他身上打游戏，虎符犹如老僧一样动也不动。此时突然纪田学姐靠近虎符，开始放大招了，说起了虎符小时候的蠢事，抱在一起睡觉居然能尿在纪田学姐身上，一起玩少女游戏也能尿床等等，这搞得虎符又破防。在虎符与纪田学姐的实验结束之后，众人纷纷折服于纪田学姐的淡定。在害羞的虎符面红耳赤的时候，她自己却纹丝不动，一副女王的样子坐在椅子上。片刻之后，纪田学姐兴致盎然地叫继续实验，要求雪村亲一下子冰室，这也太惨无人道了。恋爱期间还要强迫人家亲吻。慢慢的，冰室靠近雪村却被阻止了。理科生果然非常的严谨，连抬头接吻的角度距离也要丝毫不差。冰室不耐烦了，弄得像是完成指标一样。为了给冰室一个最完美有意义的吻，于是大家就开始营造气氛之旅，寻找有气氛的地方。当然这是为爱而生的虎符最擅长的事情。摩天轮独处，烛光晚餐，漫步于浪漫的夕阳下。总结下来，两个人独处的条件，周围的安静程度，光线的明暗程度。直到纪田学姐提出建议，可以稍微尝试一下沉默的对视这种方式，但是依然不能总结出来一个公式，又怎能满足理科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呢？正当大家热烈讨论的时候，老师带来了一个解决的方案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一个抛物线和一个高中数学公式。理论方面准备完毕，接下来就是进行趣味十足的接吻实验。转眼来到了楼顶，夕阳西下，此时的气氛值高达 92%。雪村走向小邹，深情地询问是否愿意和他接吻。小邹当然是不愿意和一个不喜欢的人接吻了，但是雪村非常想拿到数据，于是各让一步，以亲吻手背的方式妥协了。两个人回到研究室，冰室非常紧张地询问小邹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听小邹说完后，冰室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纪田学姐就忍不住了。欧美接吻已经是日常行为了，走到冰室面前，二话不说就给他来了个亲吻。女生与女生之间这种举动不是也常有的吗？接下来便是冰室与虎符了。对于虎符，冰室是不可能接受的，所以他们也用亲吻手背的方式。然后冰室非常高兴地对虎符说，心中毫无波澜。虎符直接就炸毛了，他说冰室微笑如短春，言语如寒冬。接下来轮到小邹与冰室了，看着小邹让冰室想起从小他一个同性朋友都没有，
自己完全融入不到女生圈子，很高兴小邹愿意靠近他，感觉就像是有个妹妹。听到此话时，小邹也激动地说道自己想要个姐姐，气氛恰到好处。最后金氏亲吻了小邹的额头。虎符与雪村也要进行对照实验吗？太辣眼睛了。这次轮到雪村与祭田学姐了，从来不让人失望的祭田学姐果然放得开，搂住雪村的脖子说要和自己亲吻，让雪村闭上眼睛，而且强调一定要亲，因为是雪村自己说的要进行实际对比，这需要和冰室的参照对象吗？他不管雪村在他面前怎么一本说教，好似都没有任何的威慑力。祭田学姐肆意妄为，雪村知道凭他的口才想说服这个女人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于是他选择开溜。虽然是祭田学姐步步紧逼，但是最后也是不了了之。虎符和祭田学姐两个游戏控分到了一组，他们竟然在如此好的气氛下一起打游戏，赢了的亲哪都行，输了的就要亲脚。虎符与小邹来到了楼顶，互诉衷肠。早就听说织田岩是个坑，看看咱们都做了些什么实验呢？随后最后的压轴大戏来了，雪村与冰室站在了顶楼，气氛值满分，暧昧十足。娇羞的冰室两个人慢慢的拉近距离，眼看就要亲上了，没想到一架飞机飞过了头顶，破坏了气氛。雪村直言，在70分贝以上的噪音下，气氛会骤减。两个人准备等飞机飞远后再重新开始，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次太阳落山了。幸好雪村有备而来，带上来了蜡烛，但是关键时刻蜡烛却点不着，吃瓜群众也陆陆续续涌进来了，气氛修复无望，实验失败。看来今天是没有任何办法给冰室一个甜蜜的吻了。不过雪村撂下狠话，早晚有一天会让冰室感受到理论最高值的吻。众人都看傻了，这到底是什么牌子的狗粮？一个学期已经结束，马上就要进入暑假了。研究室里的人聚在一起吃吃喝喝，一场无拘无束的酒局开始了。雪村认为喝酒会让人变得蠢，所以他选择只喝水。在一旁的冰室嘴里念叨着，嘲笑雪村不喝酒纯粹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。但在冰室喝完酒之后秒变舔狗，要求雪村立刻给他一个理论值最高的吻。不过雪村在没有提升气氛值的情况下根本就办不到。大家真没有想到冰室喝完酒之后会这样耍酒疯，酒还是真会让人陷入疯狂。另一边虎符也醉了，孩子气一样的要求祭田学姐和他结婚。看到这场面，单身狗小邹也忍不住喝起酒来。20分钟之后，小邹也变身成功，大声呵斥雪村与冰室这对海豹夫妇整天的乱撒狗粮。原来小邹也是会失控的那一类人，而且还给雪村来了个过肩摔，把正在说话的雪村撂倒在地。失态，都断片了，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，所以不去回想才是明智的选择。雪村庆幸自己没有摄取酒精是正确的选择。我是一路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一部分见。欢迎点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